长相思三刷才看明白相柳为什么将小妖扔在海边。小妖恢复身份之后，相柳让阿念将小妖骗到海边，设计他掉入大海后索吻未果之后，便将小妖扔在了海边。第一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埋怨过相柳，觉得他太不是个东西，怎么可以将小妖扔在那里。第二次看的时候，我已经平静了不少，懂了他的气恼，但真正看懂是三刷的时候。相柳在海底给小妖渡气，强吻小妖被拒，上岸后第一句问的就是为什么。听小妖说怕他进入自己的梦里，相柳便知道了小妖其实对他已经动了心。先是眼睛里有了光，然后过了几秒又变成了苦笑，因为他也意识到了小妖后面的话，他给不了小妖最想要的长久的陪伴，他要与异军共存亡，所以他不能给小妖希望，所以他又突然变了脸，十分绝情的将小妖扔在那里。不得不说谭健次的演技真的很炸裂，就那么一小段就切换出了5种情绪，将相柳的心理活动演绎的淋漓尽致。他突然变了脸的那一刻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好好的默默的守护小妖了，但是却只能在暗处，永远都不会再叫他知道，不让他为难，不叫他受伤，所以才会狠心将他丢在了那里，但是又担心他的安全，一直默默的尾随。很多人还在那里说他情绪不稳定，其实他们错了。相柳的情绪一直稳定，不稳定是他做给小妖看的。一如斗兽场的时候，小妖突然情动，说如果当初他遇到的是他就好了，他会怎样怎样。可他先是眼眶发红，突然却是发怒，一句你也配，一下子就将尖刺刺入小妖的心脏。说实话，再刷到这里真的会泪目。清水镇时，小妖受了重伤，泡在满是药材的水池疗伤。氤氲缭绕中，相柳的手从他的脖颈慢慢下滑，手指头抚摸玩弄了一下他的锁骨，往下抚摸。初看此处我是有疑问的，是锁骨不是喉结，难道相柳早就识破了小六这个马甲？反复看了3次鲛人的歌声后，终于敢确定相柳不仅一眼识破小六的马甲，更是对他一见钟情。第一次听鲛人的歌声是小妖梅林遇害后，相柳把他带到深海疗伤，受了重伤的小妖身体在沉睡，意识却是清醒的。相柳帮他疗伤时，他能清晰感受到相柳的体温，是相柳的本命精血注入。把假话真说真话假说的相柳，也只有在小妖没能回应他的情况下，才会卸下铠甲，让自己真情流露。他诉说自己的身世经历，带小妖去看海上飘雪，一起漫游海底，正如热恋中的男女在一起做所有能想到的浪漫的事。要唤醒小妖的那一晚，他俩还听到了鲛人的歌声，只有意识的小妖都觉得这是他平生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相柳对着沉睡的他说，鲛人又到发情期了，那是他们求偶的歌声，据说是世间最美丽的歌声，人族和神族都听不到，也许你苏醒后能听到。同为海底的兽首，鲛人用歌声求偶，那作为深海妖王一族的九命，是不是也对歌声很敏感，也用歌声求偶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他在深山里听到文小六的歌声，是不是已经有心悸情动了？毕竟那可是引出肥肥的少女的忧伤的歌声啊，肥肥多难抓呀，哪是文小六这个中年男子可以引出来的？所以在水池里，小六调侃相柳喜欢南风，相柳反问，你如果是男人，是如何把肥肥勾搭出来的呢？小六还嘴硬地说是幻形术，相柳语气坚硬地说，我更相信野兽的直觉。相柳此时其实想说的是，你如果是男人，你的歌声怎么能撩得动我，引得我从练兵场跑过来，我又不是无聊了，巧了，你还真让我看上眼了。心理学家常说，所谓的一见钟情，其实是潜意识里孩童时期的某段记忆被唤醒，可我更愿意把它翻译为，所谓的一见钟情，其实是蓄谋已久的等待。如果没有抓进奴隶死斗场，相柳的童年该是愉快的。虽然他只是一只蛋，没见过自己的父母，但是海底也是他的家呀。他童年的色彩是可以做成宫灯的水母，看着漂亮实则会咬人的百合裙，跟床一样大的玳瑁，拥有着极品鱼丹的鱼怪，还有鲛人的歌声。鲛人的歌声既不像乐器的乐声，也不像是人类的歌声，那声乐比乐器的声音更缠绵动情，比人类的歌声更空灵纯净，美妙的简直难以言喻。如此美妙的歌声让孩童时期的他对未来的求偶的场景铺下了一层浪漫基色。
然而历尽千帆，他给自己戴上了枷锁。当他遇到小六的歌声，他的记忆便被唤醒了，等待到了他的等待。第二次听鲛人的歌声是苍玄于沈淑慧的婚礼行礼后，房风被带小妖到海上玩，在海里，小妖听到了记忆中那个空灵美妙，让他的灵魂都在发颤的歌声。小妖提出去看看鲛人，相柳有些为难，但还是答应了。小妖自己也没想到，看到了羞羞的画面，又羞又恼地说：“我哪知道他们会那么直接。”相柳说：“这世上除了神族和人族，所有生物在求偶交配上都很直接。从数量来说，直接才是天经地义，不直接的只是你们少数，所以你无权指责他们。”看完这一段，让我对清水镇那段又有了新的解读。在之前的解读中，一直以为相柳对文小六是公事公办，打的打，罚的罚，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不懂表达爱的相柳在惩罚小六勾搭了他，却又想离开而不是留下。就如不懂表达情感的孩童去抓喜欢的女生的头发，戳前桌女生的背后。之所以有这个猜测，是因为此处的相柳是化掉了面具，小六把他看得真切。白发如云，未束发髻，一条碧玉抹额将一头白发一丝不乱地拢在脑后，自然披垂，五官俊美到妖异，整个人也干净整洁到妖异。当时的小妖并没有意识到，他是除陈荣义军之外唯一一个见到相柳真容的人。在时时都得提防细作的陈荣军地盘，相柳这样大大方方地展现真容，要么已经给小六判了死刑，要么是对小六有所图。事实证明，相柳的确对小六有所图，一图他的才智毒，二图他的色，谁先勾搭的谁就要负责到底。相柳化掉了面具，展现了他的真容，这儿有点像兽兽世界里孔雀开屏吸引异性，这算是对小六歌声的回应了吧。结果小六也确实是吃他的盐，用惊艳的表情作为回应。相比他第一次见到涂山璟麻子串子的表情很大，而他的表情很平静，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这也侧面说明小六对相柳第一眼就是始于颜值，终于心动。相柳化掉面具也是他野兽的直觉下的直接，只是他臣服于人类世界许久，也学习并尊重人类对情感的循序渐进。后面麻子的婚礼，他主动去送礼，有洁癖的他却允许小六油腻的手在他的白衣上蹭。他还时不时到回春堂喝茶吃点心，这点点滴滴确实像是他与小六感情递进的专属约会。第三次鲛人的歌声是小妖求证完自己的身世之后，当初梅林遇害，就因为传言小妖是大魔头赤尘的女儿，被仇家寻仇。事后苍玄也在暗中调查，得知传言确实属实，于是选择在发兵号令之前，把小妖的身世以谣言的方式公开。对自己身世之谜本就疑心重，心里有了破碎感的小妖再次被创伤。涂山璟为了帮小妖解开心结，带着他去跟昊灵王求证。昊灵王把他们带到那片人人心生恐惧的荒漠，那里面有一座世外桃林。小妖在那里见到了自己面目全非的母亲，这才知道当年母亲并不是不要他了，而是没有办法去找他。小妖也从母亲的口中得知他的生父确实是赤尘，也得知了母亲与父亲相知相恋却不能相守的那些事。小妖感动于父母那份唯美的爱情，他接受了母亲对他深沉的爱，也接受了生父一直在守护他的事实，更接受了他自己的存在。一个人只有真正接纳了自己，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充满爱、喜悦、和平。小妖的心结解开后，在返回陈荣山书中的神农山时，他提出想在海上住一晚。也就是这一晚，他再次听到了鲛人的歌声。他内心涌动，站在船头极目远眺，看到银色的月光下，有人白衣白发踏着粼粼波浪而来。这是相柳抢婚后他们第一次见面。相柳没有说话，小妖也没有开口，一个船上一个船下，静静地听鲛人唱歌。鲛人的歌声是天籁之音，可世间能听到的人却没几个。小妖觉得他和相柳的心无限接近，似乎无话不可说。鲛人歌声毕，小妖对相柳说：“我爹爹是赤尘，过往他说的是我是赤尘的女儿，陈述着事实，却是无奈中带着怨恨。如今他是平静而幸福的，他想把他这样的情绪分享给相柳，这就是他想到海上住一晚的原因。他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相柳，但只要在海上，他就感受到相柳离他很近。
巧的是，这一晚鲛人又到了求偶期，唱起了歌。更巧的是，相柳迎着他踏浪而来。当你感觉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巧合的时候，很可能不是天意，而是人为。相柳野兽直觉下的爱是热烈的，小妖能感受得到，但他依旧选择了不明确回应。只是小妖不可知的是，多少个鲛人歌声的夜里，相柳都会从歌声中思念他。小妖更不可知的是，当相柳不在了，他也会再从歌声中去思念他。只能说作者桐华对相柳是绝对的偏爱，那么唯美浪漫的鲛人歌声一次又一次的给了相柳。反观小妖官配的涂山璟，每次约会都是那么匆匆忙忙，总显得那么偷偷摸摸，少了丝甜蜜和浪漫。追求爱情是人类的本能，当这种本能套到了兽兽身上，就是敏锐的直觉，带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更能了人心。那些爱而不得，爱得热烈而不求回应，真的太戳人心，太让人意难平。